马英九不希望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，统一仍然要依赖于实力和强力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延绍。前段时间，马英九回大陆祭祖，得到了中国大陆的热情款待。当时我们就说过，马英九此行对于推动两岸和平有着正面的贡献，但是与推动两岸统一差距甚远。大陆当前推动统一的主要策略就是一国两制。马英九出席在希腊举行的第8届德尔菲经济论坛时，对两岸关系以及统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可以把他的谈话总结为以下几点：第一，马英九反对将台湾变成特区。他明确表示，虽然自己生在香港，但是并不希望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。他强调，台湾与香港的社会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，而台湾是一个所谓的伟大的社会。任何人若想改变台湾的现状，都必须要有和平手段和民主手段，而且要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。虽然他的话说得比较委婉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，他并不认可香港的一国两制。第二，马英九说台独不可行，得不到多数的台湾人、美国人的支持，而且遭到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对。马英九认为台独不可行，主要是不现实，并不等于他心里没有这样的想法。第三，马英九称大陆并没有要武力统一的打算，因为代价太高。他认为大陆当前也没有准备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两岸问题，主要原因就是会破坏30年来台海互动的一切成果。他不相信现在是大陆军事占领台湾岛的最佳时机，希望外界不要过度担心。第四，马英九声称只要认可9·2共识，两岸长久和平就是可行的。坚持9·2共识是国民党两岸政策的根基，这也充分证明国民党没有追求两岸统一的意思，而且认为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是长期或者是永久的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马英九的上述表态呢？虽然没有太多的新意，但是能够总结出以下这么几点。首先，9·2共识只是国民党维持现状的一个工具。在中国大陆眼中，9·2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，是中国走向统一的过渡，而不是目标或者工具。双方的出发点不同，那么最终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是必然的。未来我们必须要面对国民党不愿意直面统一的问题。其次，靠交流和对话可以维持现状，但难以推动统一。完成统一大业仍然要依赖于绝对的实力和强力。从历史上看，通过交流和谈判实现心灵契合式的统一是不存在的。未来统一台湾更大的可能是要依赖于军事手段和碾压性的综合国力。最后，两岸是否能够长久和平，取决于台独分子是否挑衅，更大的概率还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统一时间点的态度。如果两岸的统一只能依赖于军事手段，那么何时使用这个手段，一定是中国大陆权衡利弊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两岸统一的问题。马英九作为维持现状的代表人物，仍然有一定的历史作用。但是如果他把中国的统一问题看成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，不接受一国两制，那么就有可能很难摆脱双方兵戎相见的后果。到那个时候，台湾面对的很可能就是一国一制。那么中国大陆何时会动手呢？当一个分裂的台湾岛成为阻碍中华民族崛起的绊脚石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付出一定代价来实现统一，就是非常合理的选择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